现在一个人了，做多少都吃不了，索性呢就买点儿，既省时又不浪费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吃出点花样来，我们就拼着跟那超市买点面条啊、馒头、炒饼，反正就是熟市区那点吃的，我们都吃遍了。那东西多难吃啊！超市出口处不是有个小食店吗？我们俩就跟常在那儿分餐，人家服务员都不干了，嫌我们占他位子，撵了我们2回。都是要脸的人，打那以后，我们也就不买不拒了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我就是突然想到我妈了。我就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人老了，就是剩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会那么难。所以说呀，人老了就是罪过呀，尤其是一个人老了，你把他摆哪儿，都讨人厌，招人烦呐。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啊！这跟我现在就没变化吗？程浩，程红斗，哎呀，我去！不是，你这又是什么表情啊？牙疼。你这牙呀，得赶紧治了。我现在就把我儿子电话给你啊。您确定您儿子是牙医啊？正经医学院毕业的，金牌牙医。你看你这一收拾，我这电话都找不着了。哎，这儿有。您知道有一个职业叫约会顾问吗？啊，还有这职业呢？啊，就是一变相媒婆，比婚介更高端。这婚介所就是批量生产、批量上线，哪双鞋合不合适，你得上脚才知道。但是这个约会顾问吧，就是给你提供鞋样，他私人定制，特别适合您这种有追求目标的人。靠谱吗？靠谱啊！我正好认识一个没有他搓不成的手艺特别好，您想不想试试啊？
我还是算了吧。我这岁数了，这种事儿不好闹得人尽皆知。那您说您对杨老师是不是真的上心啊？那不能开玩笑。那不就行了吗？那您说是你脸皮重要，还是后半辈子幸福重要呀？您还想吃多久超市的速食饭啊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这是我来安排，成不成的等您见到那个约会顾问再决定呗。哎呀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您先休息。嗯。您真不用送，就这2块肉，你送什么呀？您真别送了。谁送你呀？这不到吃饭点了吗？我得上超市觅食儿去。去什么超市呀？手机 APP 不就行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？晚上我给你做。哎，怎么着？咱今儿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，忙你的吧，我回了。等会儿，等。我发现你这人怎么一点组织性、纪律性都没有啊？谁跟你组织了？你爱哪儿浪哪儿浪去，让开，我回家了。你少装蒜。你等会儿，我问你，在酒吧定点盯梢给妹子当知心大哥的人是谁啊？啊？你别告诉我，你因为一个罗月你就改邪归正、就地从良了啊？这跟罗月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我去酒吧也不是奔着泡妞去的。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来。你又眼角又和眼屎，你滚！我问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盯着你跟罗月？无聊呗，寂寞老男人闲着没事干吧。这是其一，但是关键的那个点，你们俩呀不合适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，我泡了多少妞，像罗月这样的我碰都不敢碰。一个找乐子的男人碰到一个用情太深的女人，就像钓鱼钓到白鲸一样，你吃不消。谁找乐子？你别老拿我跟你比了。是你不一样。你多正义清高、高大伟岸啊！但是你别忘了，自打你认识他那天起，光橘子你就进了3回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不是8字相克，就是上辈子有仇。你跟他在一块儿没好。我是当哥哥的心疼你，怕你深陷泥潭无法自拔，才告诉你这些啊！我不管，反正我泡妞去，你自己琢磨。你好，我是苏宁易购的快递员，请问您是程红斗先生？程总，啊，你好，您给我买的生鲜已到货，麻烦您签个字，签这儿，签我名儿，签您名。根本就不是我买的。哦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嘞。祝您生活愉快。您帮我把门关一下。好嘞。我还以为苏宁就是卖家电的呢，感情什么都卖啊！小罗，你订的家电到了，过来拿一下，忒沉。哟，这系列还挺大啊，自动的吧？您家的东西您自己还不知道呀？我还真不知道，这都我儿子弄的。我就是煮个饺子也用不上它呀。您赶紧去休息吧，做好了叫您。哎，受累了。好了，菜都上齐了，葱爆羊肉、小炒肉、蔬菜沙拉、3鲜豆腐，还有我最拿手的千层饼，合您的胃口吧？
我好久好久都没吃过热乎菜了，今儿托你口福。说话能不能正常点？我都不习惯了。您快趁热吃吧，吃完了您自己洗碗啊，我还得上班去。好吃吗？您怎么也不夸夸我呀？当你面激动，说明我率真。这家里还是得有点油盐，才有人气儿啊。您要是喜欢吃，我以后天天给您做。其实我平时没事我就喜欢做菜，做菜呢是我一个业余爱好。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做了。小洛，你有对象了没有？没有。那可惜了了。像你有这么好的手艺，真要是让哪个傻小子捡了便宜把你娶回家去，他做梦都得乐出声来。陈叔叔，我那个上班去了，您慢慢吃啊。一进屋子就闻到香味儿了。又不是过节，做这么复杂的菜干什么？复杂才能消磨时间，不然还能干什么？我来。结婚戒指呢？你不是说落在办公室了吗？怎么还没找到？可能是丢了。反正那个戒指也旧了。明天我们去买一对新的。有人会嫌自己的婚戒旧吗？那我们就去买一对一模一样的。那就没有差别了。真是自欺欺人。宋明宇，你摔给谁看呢？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你这种阴阳怪气、话里有话的说话方式。顾瑶，我已经很诚恳地道歉了，并且我用最大的诚意来回归这个家庭，我也做出了实际行动。就算公司让我去北京出差，我都果断地回绝了。可是自从我回到这个家，你让我回来，我每天低声下气的，像个狗一样的讨你欢心，你一个好脸子都没有。我知道做这些是为了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可是你完全没有接纳我的态度。那么你让我回来干什么呢？那你让我怎么样？你说对不起，我说没关系，然后就能像从前一样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不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我犯下的错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我们两个人是成年人，对吧？像成年人一样的来解决问题，不要再用冷暴力了。你的这种冷暴力，每天像一把刀子一样插的，让我痛极了。
确定要这么做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怕家丑外扬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办法做决定，但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努力尝试一下。这家心理诊所最有名的就是夫妻关系的咨询。既然咱们两个都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只能依靠专业的帮助了。谢谢，谢谢你的努力。我只希望，等一会儿面对心理医生的问询时，你能坦诚回答。当然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7年。有没有孩子？没有。正准备要。那在这7年当中，你们有没有谈论过，或者是想过离婚这个问题？没有。至少我没有。我也没有。下面我要说的话可能比较直接，希望2位能够理性的看待。婚姻中出现不忠，其实是价值观和行为发生了冲突。我们当初结婚，都坚信自己会是那个从一而终的人，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崇尚高度的个性解放，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踏过线。出轨对婚姻最大的伤害是信任毁灭、认同危机。其实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都对对方寄予了太大的希望，习惯把对方理想化，希望他是一个忠贞的爱人、贴心的知己、可靠的搭档、称职的父母，是依赖的孩子，是情感上的共生，是肉体上的和谐。我们把所有的美好都送给了对方，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，出现了不忠，就会彻底的粉碎这种幻想。2位注没注意到我用了一个词“幻想”？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高估了婚姻的价值，所以一旦失望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。既然2位有修复这种关系的愿望，我想能不能把这种期望值拉回到正常的水平，然后我们也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还能继续下去。 OK， 我确定我们都不想放弃。想要问你，我们怎么做才能挽回？好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那就是在你们回到家里的72小时之内，你们2个不要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。如果一旦有诉求，那么你们就要用行动、用动作来表达。如果非要说话的话，可以用笔写下来，传达给对方。写下来。找一张白纸板，把你们想对对方说的话写下来，拿给对方看。但是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用手机，不要用任何电子的方式来彼此沟通，尤其是2个人想要发生争吵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笔写下来，把你们的诉求写下来，告诉对方，好不好？
少了语言交流，就会迫使两个人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对方身上，才能及时的发现、理解、回应对方的诉求。对彼此的关注度下降，正是大多数经年累月婚姻中夫妻问题的根源。人的语言总是最快传递信息的方式，但大多数不理智情况下，出口伤人的话是无法收回的。写下来是需要时间和思考的，在脑子中过一遍的时候，你就会意识到很多话不该说。来了，哟，沫儿怎么样？这周不是我管饭吗？怎么还炒上菜了？你赶紧啊，上厨房帮忙搭把手。啊？还有人在家炒菜啊？谁啊？你怎么在我们家？有点眼力劲儿行不行啊？赶紧拿个干净的盘子来。你们家这抽烟机还有菜谱，多好呀！放在那儿也不用，浪费。
怎么着？决定不干了，跑我们家来当保姆来了？付得起我？别废话，你跟我说清楚，怎么找我爸的？心里有别人坏的吧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一会儿问你们家老爷子去。开饭了。炒了个你喜欢的虾仁。好。这买的这，来，坐，先别忙活了，坐。你们大概还不认识吧？介绍一下，这是前些日子搬到咱们家对门的邻居，罗月。邻居？正对门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我那儿子陈浩。你们认识？这事儿巧的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前两天我不是跟您说要把我那朋友介绍给您吗？就那个约会顾问，就是他。绕了半天，就是您的儿子。哎，您的事儿不就好办了？那个，你过来。啊？你干嘛呀？合着摆着一桌子菜，给我摆鸿门宴呢？我没想要你命啊！你跟我爸说，我这第二职业就是要我的命。跟我来。干嘛呀？干什么呀？你看看见没有？干什么呀？你爸看上的就是中间那个穿白色衣服的，气质最好的杨阿姨。以前呢是个人民教师，她现在退休了。老伴儿呢已经过世很多年，子女也不在身边，跟你爸一个情况。等会儿吧。我明白你想干什么。合着你这是想让当儿子的撮合自己老爸找一对象是吧？啊？哎，亏你想得出来！我说你这人怎么就那么自私啊？非把这事想成是给你自己找后妈呀？你就不能想着是给你爸找个伴儿吗？少来吧你！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你这是好心吗？想收拾我，诚心给我添堵，没事儿，别拿我爸当摆。陈浩，我搬到这个小区1个多月了，就住你家对门，怎么咱俩今天才见着面啊？没缘分呗。那是因为你回来看老爷子的次数，用2根手指都能算得清吧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从起床到睡觉，他一天是怎么过的？他一个不会烧饭的人，一天3顿饭，他是怎么解决的？到了他这个岁数，身边没有个能说话的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凑在一起能够彼此照顾的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这话听着没毛病，但是一家一个情况，你甭打我。行，既然你拒绝帮你爸，那你也别管我。至于我怎么帮你爸搞定杨阿姨，那就是我的事儿。拜拜。这跟我妈也不是一类型啊。爸，我有事先走了啊，有什么话下礼拜见面再说吧。你跟我说清楚，好好的牙科专家你不干，干什么约会专家？您这话说的不对啊，
我这俩事儿干的都挺好的。你一天天在外边，到底有没有正形啊？怎么没正形啊？我干这事儿就是时下最流行的斜杠青年。只要你有时间、有精力、有技能，身兼数职，这是一本事。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是个牙医，靠的是手上的技艺。你哪怕在外边马路上给人修个鞋，我都能理解这是技艺之间的互通。帮人家搞对象，你这不是媒婆吗？而且是一男媒婆，成何体统？媒婆那是拿着相片凑八字儿，我研究的这是两性关系学、心理学还有行为学，这是科学，有本质不同。纯粹是扯淡。要按你说的有科学，这么些年了，你带过一个姑娘回过家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有没有正儿八经谈过恋爱啊？连自个儿的鼓都不出去呢，还跟外边装什么专家？我看你就是装个大尾巴狼。有完没完啊？我没完。您又不了解我这工作性质，你有必要把话说那么难听吗？是，我是没把我自己个儿鼓捣出去，可是经过我的手撮合成了多少对儿，您知道吗？感情这事儿，有的人一辈子明白不了，有的人一次就全明白了，这跟时间和数量没关系。您倒是跟我们妈大半辈子了，您成了吗？啊，别说了解女人，恐怕你连我妈都没了解透，她就走了吧？否则你现在放不下，你敢说不是因为你心里有愧吗？住嘴！我跟你妈之间的事儿用不着你评判。成，不评判，我评判不起。那就说我男媒婆，男媒婆怎么了？我只要从那苦海当中捞出一个算一个，我就是功德无量，我干这事儿不丢人。还有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不也每天都出去寻找什么感情寄托吗？那我这就是解决人民内部刚需。那就凑着今儿咱爷俩把这话说清楚。您跟那什么杨阿姨那事儿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反对，但我也不赞成，您自个儿看着办。昨天陈浩没跟你犯混吧？这么多年了，都是我数落他听着，头一回跟我急眼了。真急了？陈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怨你，我听他那话音儿，还是我们爷俩的积怨。再有就是我跟杨老师的事儿，我看他好像不大同意，要不算了吧。别啊！哎，你不能为了顾虑他就放弃，这事不对啊。1周7天，一共168个小时，陈浩回家3个小时，剩余的165个小时都是您一个人度过，不是吗？陈浩他每天干嘛？工作会有花天酒地，他怎么能体会到你的寂寞呢？你顾虑他干嘛呢？您这个岁数，好不容易可以找个伴，彼此照顾，哪怕说说话都好啊。要不我养条狗，可是我又讨厌这事儿。狗和人能一样吗？啊，50、60岁，为什么说是人生第2春呢？你们好不容易能够熬到了退休，没了工作的负担，子女成人，父母离世，能够轻松自在的为自己活几年，你交给狗干嘛呀？都是说人家容易，你要真那么想的，你妈当初再婚，干嘛你一人躲欧洲去啊？我一个人去留学，是因为我妈再婚，她可以有人照顾了，我也可以踏踏实实规划我自己。中国人父母子女关系之所以那么僵，就是因为太多时候受到血缘关系的束缚，背负无谓的牺牲。那你还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才是对彼此最好的尽责。真是脾气相投，和你这丫头聊天一点都不累。
你说我和杨老师能达到这种境界吗？这个事我早就想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只要对杨老师的各种兴趣爱好有个全方位的了解，各个维度都了解一遍，我们没有约会顾问的心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只要花心思，贴出眼光，他还。干嘛？来兴师问罪啊？实话实说，什么时候和我们家老爷子搅和一块儿去的？想什么呢？你以为我故意搬到你爸对面的呀？当然是巧合了。巧合？那么巧？说你这人，你这人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？我要真为了收拾你，我就直接搬到你家对门了。我的战斗级别你还不清楚啊？我怎么会伤害无辜呢？那你这么上心我们家老爷子的事儿，你图什么呀？刚开始我知道他是你爸的时候，我心里的确偷笑来着，觉得手里又多了一张能治你的牌。可是跟他接触下来啊，我是真心的想帮你找个后妈，他挺不容易的。你帮谁找后妈呀？你了解我们家多少？他不容易，他那是对我妈平常使唤惯了。他现在为什么不爱说话？因为我也不在家住了，没什么人接他那些数落指责了。他那不叫寂寞。你老过吗？你知道老了身边没个人是什么感觉吗？对于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孤独终老。你觉得你爸是个罪大恶极的人吗？积了多少德才能换来一个白首不相离的人呢？身体硬朗、无病无灾、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你还得保证对方对你从一而终，不劈腿不出墙。陈浩，你是个恋爱顾问，你觉得你骨子里是个相信感